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李克强同志逝世。2023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系列活动再获启幕，首次揭晓上海奖，普陀万里社区入选上海手册。上海书城重装焕新回归，新老朋友排队打卡，深城阅读圣地转型打造文化综合体。瞄准绿色智能，一批首发产品技术将集中亮相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银行业不走寻常路，为进博会带来不止自信。机构代办赴日旅游签证，临近出游却无下文，消费者旅行计划打水漂。记者调查个中缘由。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3年10月28日，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新闻报道，我是赵爱楠。晚上好，我是臧希。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7届、18届、19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23年10月27日0时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李克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李克强同志永垂不朽。世界城市日中国主场系列活动今天在上海启幕，并首次揭晓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该奖项简称上海奖，用于表彰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优秀城市典范。而1年1度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案例集《上海手册》也同时发布，上海普陀万里社区入选。获得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的5座城市分别为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中国福州、马来西亚槟城乔治市、乌干达坎帕拉和巴西萨尔瓦多。这5座城市分别在数字城市、绿色经济、环境、妇女权益保护、文化传承等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We're very proud of our city and our sustainable journey. So to be awarded this award and to be in front of, some amazing countries and cities here. We took about 3 months preparing for the report. It's quite a lengthy report. We feel that we have been rewarded for all our hard work all these years. 这也是世界城市日设立以来首个以城市为表彰对象的国际大奖。此次评选共吸引了全球16个国家的54个城市申报参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和人口状况各不相同。
我们组织了一个9个人的国际评审团，注重的是每个城市过去这5年、6年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当中取得了哪些特别突出的成就。2023年上海手册也如期发布。今年的上海手册更注重城市社区的可复制、可推广、可参与属性。上海普陀万里社区最终入选，成为20多个全球城市案例中的一个。眼前这个公共服务社区实现了把服务送上门的理念，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周边居民都可以在这里获得健康保健、体育休闲等社区服务。全球城市监测框架上海应用指数也同步发布，明年可能会推出来，这个从上海指数里面专门形成一套用于评奖的一个指数，也会为我们未来的这个上海奖的工作呢，能够提供一些非常强有力的支持。记者陈毅报道。第6届进博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在今年的进博会上，技术装备展区将集中展示一批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的最新成果，同时还将设立企业综合展示区。目前，展区搭建和布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高效、绿色、低碳，这套磁悬浮变频冷水机组相当于空调供冷系统的心脏，能精准控制环境温度和湿度。本身它是用了一些磁悬浮的技术，取消了油路系统，然后使得它的效率大幅提升，比我们目前在用的一些机组，常规机组呢，效率大概要提升25%到30%。这一绿色低碳供冷设备曾亮相前2届进博会，迅速打开了中国市场。今年升级版离心式冷水机组将在第6届进博会上全球首发，适用于新基建、新能源、生物制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这一届我觉得更大的亮点是100%的中国研发和中国的本土制造，它的这个所有的优化和它所有的技术的升级和更迭都是由中国的团队来进行完成的。同样是进博会的老朋友，连续第6年参展的 ABB 公司，除了将带来新一代协作机器人，还将首发新型测量产品、智能电器产品以及面向钢铁、有色金属行业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展现前沿的创新成果。And we're actually very proud to be showcasing more than 50 of our advanced products and digital solutions at this year's CIE.So a whole range of solutions focusing on clean energy, smart city, smart manufacturing, but also green transportation.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今年的技术装备展区，临港将首次尝试以产业集群方式参展，打造2700平方米的企业综合展示区。记者金普庆报道。有交易达成就需要资金。在过去5年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一直都是进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和银行业最相关的展区是服务贸易馆。然而，今年各家银行都不走寻常路，分散在四叶草的不同展馆之内，利用自身独特的优势，提供除了进出口信贷之外的更多的服务。本周进博会进入了布展时间，精明的银行没有选择服务贸易展区，而是落户创新孵化专区，这背后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正好这是我们的目标的服务的客群在这里。目标客户是谁？一台最新研发的设备、一张证、一沓材料，就是这家民营初创医疗企业参加进博会的所有家当。今年这家企业第1次参加进博会，希望能在这个平台上得到机会。我看到很多的国外的一些机构啊，什么都来了，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全球的营销可能会起到很大的帮助。这就是创新孵化专区的主要客户，有急需走出去的国内小微企业，也有尚未在国内落地的海外企业。第6届进博会期间，这个区域内初创企业数量从去年的150多家大幅增长到今年的500家，而他们都是交行的目标客群。我们帮助他在上海以及我们的全国各地，然后能够落地，能够就是把自己的技术和服务在中国找到市场。不只是交行这一家银行不走寻常路，国有大行都分布在四叶草中不同的展区。工商银行在食品馆设立1000平方米展区，受托布展，为国外的小微企业进行展销。中国银行则继续举办企业撮合会，甚至打出了馆内 City Walk 的路线。如果说商业银行的优势是灵活，那么政策性机构则胜在底蕴。特殊的定位让进出口银行有了更多的数据。
今年进出口银行进博会专项服务方案的重点之一是推出国别研究报告咨询，为企业深耕海外市场提供贸易规则解读。用去年进博会上的热门贸易国刚果金举例来说，总体来看属于较高国别风险国家。银行建议企业从当地进口，应当谨慎选择运输公司。目前国别研究报告库已覆盖了全球超1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对这些国家的这个产业啊，它包括它的国别的一些综合的情况有一些分析，会给他们提供很多这种有益的这种智力上的这种支持吧。记者马杰、金普庆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2023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2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呈现一系列可喜的进展。今年的1至9月，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38.9万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在货物贸易上，人民币结算的占比已达24.4%，为近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时，人民币融资货币功能不断提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2月份以来，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逐月上升，9月升至3.71%，排名保持第5位。而到今年的9月份，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占比达5.8%，排名突破性上升至第2位。此外，2022年末，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也重回历史高位。当前，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5大储备货币、第5大支付货币和第2大贸易融资货币。今天，上海书城在经历近2年的重装之后，正式与新老读者们重新会面。上海书城 APP 新华阅读品牌也同步上线，以书为媒，链接企业、学校等各个领域，满足不同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早晨，福州路上站满了静候上海书城重新开业的读者们，他们纷纷举起手机相机，期待记录下这重要的时刻。3、2、1。9点半，帷幕缓缓拉开，上海书城这个象征着市民阅读圣地的符号再次回归公众视线。大门开启，读者们鱼贯而入。1998年开业时，第一位走进上海书城的谢老伯，一定要在重新开业的第一天就来看看这位老朋友的新样貌。比较新，比老早些，好像布置的比较安利了。吴老伯在2年前闭店的那一天，专程从青浦的家中赶来告别。今天他又赶来了。感觉是越来越好，我们心中有书城，上海书城永远绽放在我们上海城。除了老朋友，还有小朋友。在3楼的童书区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同沉浸在阅读的世界。比起以前的话，我感觉这个分类啊，包括它的这个内容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吧。除了就卖书以外，其实还是更好的一个文化互相大家能够去融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焕新归来的上海书城在提升阅读品之外，还在不断延展阅读的边界。今天，新华阅读品牌正式揭幕，致力打造丰富多元的文化消费生态。上海书城 APP 也同步上线，为读者提供了便利的线上的阅读空间。凡是在我们 APP 上面看到的我们新华有库存的书，我们做到上海的地区读者的半日达。今明2天还将有24场阅读活动和讲座在上海书城的各个中庭举行。和此前的封闭空间不同，崭新的上海书城设置了许多通透的全景玻璃墙，让读者能在阅读的同时捕捉到自然阳光和福州路的街景。这也是整个设计中设计师最中意的地方。我们更希望它是一个以知识分享为背景，能够形成以生活、文化艺术为社交中心的一个文化综合体。记者陆瑶报道。双11预售正酣，线下实体商场正面迎战，打响岁末旺季促销的第一枪。老牌百货商场新世界城今天举办1年1度的会员日活动，人气爆棚，预计全天将吸引将近10万人次的顾客，销售额突破1个亿。早上9点，南京路上的新世界城门口，买团购券的顾客围着商场绕了大半个圈，一直绵延到凤阳路上。
夸张了。震惊到这些老牌的商场在双11之前和网上的购物正面 PK。中午还要出差，早上赶紧过来了。没想到的话，肯定5点钟来了。队伍中男女老少都已经做好功课，有备而来。折上折嘛，它300到卖到500，然后还能商场里面还有个6到7折嘛，那算下来一共就3到4折的样子。9点50分，商场提前开门，很快收银台就排起长队。化妆品7折，然后再用那个抵用券，还有那个签到礼金。银行卡活动的话，算下来差不多5折左右。满额赠礼、红包派送、宠粉福利，让顾客很是开心。挖空心思讨好顾客，线上爆款秒杀，线下专柜提货，带动商场人气。秒杀的，羊肉上就10件嘛，就秒得很快的，60多款那个爆款，然后就是总的库存有大概1300-400件的总量。主要的目的就是从线上引到线下的这个专柜。各大餐厅吃饭打8折，更是把实体商场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商场里到处都是大包小包的顾客，营业员们一趟趟补货。已经弄了30次了，我们一天预估的话，大概就是150到200。截止到11点半的时候，我已经做了10万出头一点了。全天预估下来的话，我是准备是40万。预计今天的销售能达到1个亿以上，比去年大概有30%的递增，估计在接近10万人次。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年底，活动应该不会断了。记者何晓报道。为促进航运人才集聚，推动全面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今天下午，第6届上海自贸试验区及长三角航运企业人才招聘会在陆家嘴中心绿地举行。来自航运业各个链条的领军企业齐聚，1000多个岗位虚位以待。在中原海运招聘专区，从集团总公司到下属能源科技物流分公司，都带来了不少紧缺岗位。作为航运业龙头企业，它对求职者的吸引力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紧缺的数字化人才，我们现在资产经营啊，也是要往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的探索是这次不少老牌航运企业招聘的关键词。我们这边的话，这次主要提供的是一些科研设计的一个岗位。公司的话也是不断的在做转型的一个升级嘛，也是更需要咱们一些设计人员提升公司的一个软实力。此次招聘会汇聚东航、中船、商飞等龙头企业，相关产业链企业超200家，投放招聘岗位超1000个，招聘人数需求超6000人。我们也是动员了长三角地区共11家分子公司和业务单位来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目前，浦东已集聚全球前10国际船舶管理企业5家，国际著名船公司11家，1000亿级融资租赁公司6家，航运服务业生态圈正加快成型。浦东航运呢，它有这个良好的这个产业生态圈，我们都有这个门类齐全的这样一个航运产业。我们就是希望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的求职者有更加聚焦的这样一个招聘目标，在一个专区就可以一站式搞定。记者邢颖报道。第6届进博会召开在即，进博会越办越好，离不开平安和谐的社会治安环境。作为进博会的永久举办地，青浦区以服务保障国家战略为己任，精细固化安保实践经验，全力营造平安青浦。中通快递员刘爽为华新辖区居民送件时，都会进行反诈宣传。有好多那种就是什么彩票呀、刮刮乐呀、什么各种东西的，都会额外说一句，不要相信这些东西。青浦区拥有1000亿级的快递物流产业集群，集聚了以三通一达为代表的230多家快递企业。目前，中通快递青浦总部的分件流水线上，快件会被贴上反诈标签，以提醒收件人。我们对圆通、对韵达、对极兔2家那个物流转运中心也要推行。位于青浦的上海奥特莱斯品牌直销广场，日均客流2万人。进博会期间，国家会展中心辐射区域内的青浦奥莱预计将迎来客流高峰。为此，相关部门精心组织，做好保障。那么我们在协调之下呢，又增加了熊猫广场和和生新天地2个停车场。毗邻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照相镇，人流、物流、商贸流高度集中，社会面防控压力较大。今年4月，当地升级创新治理，服务中心整合多项功能，形成能办事、办成事的中央处理器。为提升大治理能效，平安青浦指标体系将社会治安、矛盾排查、公共安全等62项纳入每月平安考评。通过这个全方位的、全覆盖的一个面上的一个无盲区的一个
排查这个处置，就是不断的就是我们健全我们青浦的一个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切实的筑牢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屏障。记者韩琼报道。近日，不少市民向我们反映，他们在10月中上旬通过网络平台购买了日本旅游签证办理服务，但是代办机构未按照承诺的时间出签，一再询问无果，直到近日才陆续得知签证被终止，已经做好的旅行计划变成了无用功，预定的酒店机票也打了水漂，而他们都是通过同一家机构办理的，涉及的人数还不少。那么签证为何被终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记者见到的几名投诉人因有相同的遭遇而加了微信群，他们都在10月初通过飞猪平台购买了上海中侨旅游专营店的日本签证办理产品，按照旅行社要求提供相关材料信息后就没了下文。然后是11号提交的，然后一直到了它上面写的是7个工作日出签嘛，所以我们一直到了17、18号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任何消息。随着出行日期临近，更是令人心焦不已，几番催促。24号我就等不了了，我就去线下，就他们门店线下中侨的门店去询问，然后25号的时候就收到通知说10月9号到16号他们那一家办理的所有的签证全部都终止了。投诉人反映，之所以选择这家代理机构是看中他们所要材料少、出签高。然而，他们反映在飞猪查询签证进度页面所显示的信息出现了和本人提交材料不相符的内容，比如学生变成了在职人员等。比如说把我当在职人办理啊什么的。像我们这种单身的，他会把你的这种资料啊、申请表上写的是已婚啊，包括那些出行的那些酒店，其实我们都没有做攻略，但是他们就是会有这种已经把你这个行程所入住的酒店、下榻的酒店电话以及地址表格都已经给你们写好了。记者来到了位于长寿路的上海中侨国际旅行社办公点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表示，递交签证的信息是真实的。我们递交的所有信息肯定是真实的，虚假信息不可能递交啊，交不上去。具体原因我们还是在跟领馆交涉嘛，大概是9号左右吧，多少人具体我没算过，签码的人应该是有的。根据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官网信息，除了外交、公务等特定护照持有者之外，其他申请人的签证手续均需要通过日方指定的代办机构进行办理。截至10月16日，日本驻华大使馆公布的代理机构一览表中，上海中侨国际旅行社在列。在社交媒体上搜索日本签证相关信息，不少游客也有类似经历，而办理机构还涉及其他几家公司。记者网上搜索发现，此类专办机构提供的服务里有常规办理，也有简化办理，甚至疑难杂症，所需材料各不相同，价格从100多元到1000多元不等。如果被拒签，可以退签证费，但退签原因说明和相关赔偿均不明晰。中介这一方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消费者或者缔约的另一方你存在的风险和潜在的风险是什么？如果这个是不清晰的，这个边界是不明的，那么你只享受了收取相关的报酬，但是你所承担的义务是不明朗的，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不对等的一个条件。日前，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爆料，称几位朋友同行，同时在上海打了2辆出租车，出发地和目的地相同，乘车的费用却相差33元，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们付了多少钱？45。那为什么我们70多？40我也40我干嘛？那这个不是说你说多少就多少的，怎么这样的？视频中，网友当场提出质疑，同样的行程为何要多收30多元？司机被问得哑口无言，最终收取了乘客45元车费。该视频在网络上发布后引起热议，市交通委随后介入调查，找到了出租车驾驶员顾某某。对，我这个问了，一个司机是不是就接了几架车后那个拉上就可以了啊？涉案出租车司机顾某某承认了舞弊行为。他历史的投诉记录当中也有反映多收费的情况，另外在他的后台的营业数据里面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比如说公里数和时间，你对他做出吊销从业资格的一个行政处罚，5年内不得从事出租汽车业务和这个网约车的一个从业资格业务。记者刘毅然报道。
不久之前，周杰伦演唱会在上海掀起了一波热潮。由于一票难求，有些歌迷呢就托自称有门路的人抢购，支付的票款从5000到50余万不等。然而，直到演出开场，众人也没见到门票，于是向警方报案。100多张票子叫伊买的，伊讲伊能买，就我拨伊就40几万。报案人大多是通过朋友向一名自称有门路的丁姓男子付款。警方调查发现，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被害人，丁某甚至许诺以票面原价进行销售。侬当几钿一张了？问我原价，那侬有眼瞎支发的了。然而，丁某手中并没有周杰伦演出门票，而在此前举办的其他演出中，他不惜贴钱购买高价票，交付托他订票的歌迷，以赢得信任，积累口碑。怎么搞这个票？问黄牛买，有聊天记录什么能佐证？这案金额最大的一个被害人甚至是被他骗了50几万。丁某将总计120余万元收到的票款全部用于个人挥霍，因涉嫌诈骗罪，丁某被黄埔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记者吴记报道。价值10几万元的2手名牌表，竟在线下交易的过程中被佯装成买家的男子以假换真调包。近日，普陀警方侦破了一起盗窃案，并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之内找回了被调包的手表。是我找他买了个表，那个表假的，他说我换的。东西还在吧？东西。我那个表不在了，他让我换下来假的表在我这儿。民警面前，当事双方各执一词，纠纷焦点正是这块名牌表。报警人瞿先生说自己将闲置的劳力士手表挂上2手货交易平台售卖，标价近13万3千元。买家林某相中后，双方当即约定晚上在天安签署验货交易。然而见面反复查验后，林某表示不买了，并称表是假的。瞿先生回想到，在验表过程中，林某曾以测试手表防水、抗压性能为由，3次把手表带进商场厕所，每次都停留长达10分钟，因此怀疑林某是假借验表将真表给调包了。调查期间，林某手机内的一通未接来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来电者是一名跑腿小哥。验表期间，林某利用手机 APP 下了跑腿订单，声称自己将一块手表遗失在商场厕所隔间的马桶盖后，希望小哥代为取回并暂时保管。我们在第一时间呢就给这个美团小哥打去了电话，并且亮明了身份。当天晚上是在11:23时的时候。这个外卖小哥到了我们长寿路派出所，然后第一时间把手表给了我们民警。铁证面前，林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时候他在玩手机，我就调包了，调包之后我就把那个假的放回那个盒子里面，然后说上个厕所，然后进去放那。目前，林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记者戴金磊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此次访问的目的就是同美方沟通，切实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王毅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必须排除干扰，切实维护。双方要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拜登阐述了重视对华关系的立场，表示美方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当天，王毅还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第2轮会谈，双方同意为实现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而共同努力。继续来关注巴以局势。昨天，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就巴以相关决议草案进行投票，最终获高票通过。决议呼吁以色列撤销要求巴勒斯坦平民、联合国工作人员及人道主义和医务工作者从加沙地带北部撤往南部地区的命令，坚决反对任何强行迁移巴勒斯坦平民的企图。决议敦促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平民，遵照国际法保障他们的安全、福祉和人道待遇。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中方对决议在联大高票通过表示欢迎，这反映了绝大多数会员国要求停火止战的强烈呼声。广中路561弄小区的不少居民向我们反映说，10月24号下午，小区门外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发生电动自行车爆燃的事故。由于起火车辆的主人一时无法确定，相关损失也不知该由谁来承担。记者来到广中路561弄小区，发现大门西侧的人行道已被消防部门临时封了起来，10几辆被烧毁的电动自行车平躺在彩条布下。说起当时的情景，不少居民至今仍心有余悸。我和我老公在家好好的看电视，整理房间，然后一下子外面有个女的在叫着火了，着火了！我拉开来一看，火烟已经上我们2楼了。那我怕了，我老公他有脑溢血的，话都说不清楚，然后快点把他拖下去，不拖下去，万一他摔倒了，我拉都拉不下去。但你看这上面是我们家最厉害的一个，我这个房子是刚弄好的。居民们说，因为小区门外的这片区域是街道划定的电动自行车临时停放点位，面向社会开放，再加上事发至今被烧毁的电动车也无人前来认领，所以无法确定起火电动车的主人，相关的赔偿事宜也无从谈起。他们现在肯定赖的呀，就前面有两家是买电瓶车的，他就把那个旧的电瓶车就放在这里，时间这么长，都老化的，有人买二手车的。就放了很久了。对的，放了很久。这里有一排，你说烧掉的就10几辆了，还有了旁边。采访过程中，属地良城新村街道的相关负责人赶到了现场。他表示，消防部门初步判断，此次火灾的起因是电动车电池自燃。因为一时还无法确定起火电动车的主人，沿街住户外墙受损的问题，将由小区物业先行进行修复。那是谁的车辆现在还不清楚。现在公安和消防还在调查之中。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街道已经安排了我们案件队、我们这个应急办对辖区里面的这个15个电瓶车销售点，这种集中停放的区域进行了检查，和督促呢这个相关的这个电瓶车销售单位啊，对这个报废的电瓶车进行及时清理，以免呢再出现这种因为电瓶车的老化、电池的老旧引起了一些安全隐患。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回看整档新闻，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使用看看新闻客户端。再见。再见。